今天要访问的是两位嘉宾，你看桌上的杯子就知道了。他们呢是我们的新晋主持人，也是荧幕的最佳拍档。然后听说今天来就要来干掉我的，我已经做好准备了，看谁干掉谁。全听你说。他今天怎么在外面没声音呢？你们不是说他人到声音就到，怎么今天特别安静呢？姐啊 ，Hello，你要去哪里？呀，我来找你了。之后你的麦是伸出来就放进去。是哦。你是做完你then过来是吗啊，？对。有粉丝见面会，对你看没有看，几个啦，3个这样。他每一句讲话都要有梗哦。如果你忽然讲的话，我不笑嘞。我自己笑。谢谢。好。哦，等下是不是来了？我们这龙也是没有声音。你跟我这么小声，今天是你的主场啊，我是直接进场，可以放麦再进来，可以吗？可以。Hello，今天怎么穿到这么？花巧啊，花俏。我走比较亮丽的路线。你本来很黑暗嘛，啊，对，会不会怕会，因为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OK，你是对整个节目的那个对构造是是有压力的，但是你应该不怕我吧？不会很怕啦。我相信哎，他是目前所有新人当中，我算是有合作过的，而且一合作他就入围，到现在我还是很不爽。对这件事情我还是耿耿于怀。OK， 我现在先欢迎两位了哈。因为今天会一次过把两个一起访问，是因为两位也是我们新进的主持人，然后又是新的那个 CP。什么时候开始啊？其实我不是说你们一定对荧幕搭档，哦，好，可以这样讲吗？你记得我那时候有跟你们分享吗？是一定要找到。是对的搭档对的搭档。你们有记得这点？记得。那你们会不会觉得现在你们好像感觉不会那么孤单了？对，至人少家看到你们会觉得说，哎，你们很有默契，你就很开心。我看他的那个 key 比较 clear， 因为可能就是从歌台出身的嘛。对，因为两位是从歌台新力量进入演艺圈的。你是第一届是吗？我是第一届郑龙是第一届冠军。你是五强。我强。五强。你们当初怎么会去参加那个歌台新力量？之前是唱歌台的，然后就听一个台主说，志伟他就说啊，这个新传媒有一个歌台的比赛，就想要推荐我去参加看看。然后我也非常喜欢比赛，那个时候，你很喜欢。对我很喜欢比赛，因为比赛可以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在歌唱啊，在表演上。你参加这个比赛最主要的目的是？我觉得有一点点也是想要让我的家人知道，你会唱歌。我会唱歌，我爱表演，因为可能之前都是在夜店唱歌啊，歌台他们就来看1-2次，但是就不会看到我一直每天在做什么，因为我都是早上睡觉，晚上去工作，所以跟家里人的时间是错开的。但是你这次来上电视台的这个比赛是有没有想过踏进演艺圈变成明星的一个欲望？没有，就想要增加信心，想要唱得更好。那你一路杀入了大决赛，你不是每天都惊吓啊？怎么是我？因为到后面的时候，我看到，我好像一路一直慢慢的有在过关，我就想要尝试一下进大决赛的感觉，就不要浪费嘛，反正都来了，就差那几步。但是我真的每天在那边，不要啦，不要拿冠军，不要啦，不要，第3名可以，第3名不错。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的资历在歌台那方面真的比不过太多人，就是丽丽姐啊、建斌大哥啊、浩浩啊，我凭什么？我凭什么？对。歌台新力量冠军得主，恭喜黄振龙！恭喜！你觉得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你学到最多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么多年一直在比赛，我学到了一个东西，就是要过自己那一关，达到我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跟今天在舞台上，我表现到我自己想要表现的东西，我回家睡得着，我就很开心了。那时候已经几年前了。
几年前我的都应该是4、5年前了，因为我跟我可能还4年、哦，这样2年，什么2年7、8年。 ？2015年。这么久啊？我进了歌坛，我们对对03年，他的第一届过3年过后才第2届，才第2届，也就2届了吗？ 2届而已。而已。OK，你是第5名。呀但是你那时候在参加歌台的时候，你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了。再慢慢再往上爬，才刚刚开始接触在歌台主持。因为他之前都在马来西亚唱比较多。没有嘞，反正我在新加坡唱比较多。哦，对不起，我误会了。呀，真的好，我们在歌台完全没有遇过，几乎都没有。没有遇知道过。假的吗？我知道有这个人啊。在歌台的时候就知道。对，我想怎么会有人叫自己阳光可乐？所以阳光可乐你的艺名了哈。是我艺名。怎么会有这个名字？以前呢，我比赛的时候都是刘佳怡，我的本名。刘佳怡。对，出道了过后，就有一个人也是算是我贵人嘛，他就说这个名字这么普通，为什么你不要取一个艺名？因为那时候同时期这个年龄出道的有佳敏啊、佳慧啊、慧仪啊，什么很多会乱，所以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就假设因为以前妈妈做生意的名字叫做宁可乐，然后就后来就讲放可乐咯，好我就用了可乐。那为什么会阳光呢？因为我们以前歌台有点土，就是他要放4个你的称号，我是阳光宝贝可乐，这样子。哦，一个人设，一个人设啊一。个称呼，一个形容这样，然后后来就很多的2个一直叫我阳光这样，后来就加起来你就叫阳光可乐这样。那时候我很排斥这个名字，我觉得很奇怪，真的都是3个字，为什么我要4个字？以后会不会想要把自己的真名拿回来？还是到7老80了，然后讲欢迎大会是阳光可乐黄振龙。我觉得 OK 了 OK， 因为我为阳光可乐这4个字骄傲。OK，对，所以我会一直用。然后你去参加比赛是因为我们就收到短讯，应该是什么编导还是什么的，有编导，编导，啊，可是不是编导找我，应该是撰稿。为什么撰稿会找你呢？不知道啦，不懂谁来的啦，他就没在说，他就没在说。到现在还不懂是谁啊？到现在你要记得是谁，你这个没良心。我是子璇，子璇，哎呦，我就叫他子璇呢。哇，你把这2个头衔跟名字都给错，如果我不纠正你，你就是子璇编导。我不懂是哪里来的。然后我就叫他子璇这样，他也是这样应我这样。他很疼你，他一点都不纠正。他爱我嘞，真的。OK， 我一直进不了主。对，讲主题了。子璇姐姐 message 我，说有这个比赛，叫我们来海选。那我就不懂吃了什么报纸单，又唱歌又一直走音哦，我还是去比了。我记得那时候是在新传媒，然后一个 keyboard 老师，然后就对面呢是坐着2个评审，然后我就进里面唱，然后噔就唱了啊，以为很完美，然后一完了过后谢谢，然后彼得老师一开口就哇可乐哇你很有台风，你很有气氛，可是有一点走音了哦，我就呀可能不是一点呐，我就讲呀好，然后我就讲那齐武老师呢？对，我就齐武老师，我就叫齐武老师来，我真的叫这样，然后他就讲对不起，我叫吴奇。等下你还自己 Q 哈？我就齐武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讲到他的名字，然后我一上车我就跟我妈说我会进才怪，然后我就不理了，然后就在不久之后就收到一个简讯，恭喜你入围了20奖，然后我就所以你这样的讲法就是你对自己一直不是很有信心，在唱歌方面。那你参加歌台新力量是因为就是真的去玩，抱着去玩，然后就有机会就是去表演这样哦。因为也没有试过这样 camera 这样对着我，从来没有看这样过，从来没有吗？没有。 OK， 都是在舞台上面。那时候参加比赛的时候，你一路过关斩将，在那个比赛过程当中，你会很辛苦吗？我乐在其中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要报任何名次。也没有啦。其实我有一个决心，我想要杀入大决赛。但我知道我一定不会拿冠亚季军，因为他们太强了。可是我就想要杀去大决赛，我要看那个大场面。从来没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有一点点的恒心，想要往那边走。对，我想要进大决赛。在整个比赛过程中，有被不小心的欺负吗？我被质疑的声音很大声。在被攻击最难听的，记得是什么话吗？ OK， 我觉得我蛮受伤的。我觉得人家说我五音不全，但是五音不全，我只是小走音。OK， 我承认我有走音。OK 啦，走音啦，不要小拿掉，就我走音，可是不至于五音不全。五音不全可能什么小鸟的这样，我不至于这样吧？我至少可以多5嘞。比如说这个东西，
对，这我人生的标志，头发。我 top five，你一直给他带一个 top five 就这么走。就人家会把这个开玩笑，就会说哦，我上来唱歌了，就说哦，你们可以去厕所，不用听他唱歌，五音不全的，怎么这样？那个时候你看到这些负面新闻的时候，你都怎么样去消化？ OK， 那以前的时候会伤心，会哭，哭啊！会哭，会哭，那哭完了就算了咯，不然我还可以怎样？我不可能去骂回他，对吗我就气到差点下场去跟对方理论没有啦，他们都不会当面说，就传，背后传。啊！你意思是说不是网络上的攻击，是身边的人的对认识的人？而且还可以，甚至我可以说是歌台的一些长辈。当下那个怎么办呢？该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哭完了当然是眼泪得擦干。我想做给你们看咯，我一定要做给你们看。你如果现在回想起那个小小年纪的你，你不会上前去跟人家讲一下，你可不可以给我机会？我会长大的。哎呦，我也很心疼你，还没有半个小时哦。没有人会听，没有人会听你说给我个机会，没有人会听的。因为这个，我觉得在这个行业跟这个圈子，你就做，你做给人家看，人家才会觉得原来你可以。可是你从小到大就一直很努力的在这一方面，不至于这么差。我都 5哎，对吗？不会太差，然后就没，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好快好快。节目真的有准备替修啦。没有，这是我的，因为我也会老人泪。所以我今天没有画爱来呢，懂吗？我帮我花掉，不美。因为我看到你越开心的人越被攻击，他背后越有故事。你一定要伪装，你可能很受伤，你可能很没有信心。所以我很幸运哦，就有2条路嘛，你被攻击你就放弃，要么你就是做得更好，就只有2条路。我不甘愿放弃。我必须帮他说一下，主持人因为那时候我是主持嘛。对，然后第2届就荣胜主持人了哇！其实歌唱的那个分数只占20分20差不多这样但是他其他的整体啊，他的舞台啊，他的服装啊，他舞台魅力啊，呈现方式啊，都是分数都挺高的。所以他就是市场上所讲的专业度不够，但是那个娱乐对娱乐性很多，娱乐性很多。阳光可乐是从很小就一直梦想着要当歌星，要当明星。我其实我没有想过，我完全就是很爱表演，就是像家人亲戚的生日会啊、结婚啊，我一定拿 CD。然后我妈就代表我去跟她说，我女儿要唱歌。然后以前也是有拜师学华语歌咬字，一个学高音，然后一个学声乐，然后一个是学方言歌、学也挺多的啊，学挺多，所以我那里可能五音不全，对吧？你这辈子跟舞不是很结合，对了，不是第5名就是五音不全，被人家讲。所以母亲从小就把你的天分给 highlight 了。培养，对她就是都会带我去，等我上课这样。参加过什么比赛？从小到大参加大概多少？ OK， 我比赛唱歌比赛、走秀比赛、服装比赛、跳舞比赛。走秀就是真的是 model OK， 你身上会穿奇异服装，水果的啦，旗袍啦这样。都是比赛奇异服装，不是比赛你啦。但是你要有那个架势，然后穿起来要好看。你可以走看看吗？我看你。还好而已啦。看这样你怎么走秀？走秀的阵容都觉得。对啊，怀疑我没有。以前我们水果装，我就会这样跳水果装这样。banana。还有一首 banana 歌，它算是走秀，可是你也可以表演你的才艺，你可以怎么样都可以。你觉得你自己是喜欢，你要这样。你不是正常走秀，我以为不是啦。对，好玩的，然后旗袍 OK， 旗袍呢，然后你就会这样走。然后我们一定会点点，我不懂为什么。有训练过吗？挺不错的啊。没有就看，然后就学。来，你先说。你这些舞步跟这些基本学习有没有去拜师？就是以前我们知道新加坡也有很多那些才艺儿童班呐，你有没有去？没有。舞蹈班有没有去学习？舞蹈班有，我从7岁开始，我就是舞蹈社的一个成员。什么舞？民族舞，所以我筋特别软。要看吗？怎样的 ？OK， 来，不好意思哈。为什么不好意思？OK， 啪就一直嘛。准备好了啊！你要小心，你先劈看看，等一下，会不会走光啊？安全的。等下一劈下去。好，安全的。OK， 好。真的是说劈就劈。刚刚有拉伸吗？就刚刚有。没有睡到，所以刚刚有下去的时候咔咔。还有一些，我还会厕所班，然后会拱桥，然后你还可以这样。对，18般武艺在身上的。对，软的。我还可以呀！我还可以呀，可以。哇哦，这个是从小就有去学习，而且我觉得我大胆，
我敢去做， 7岁到学到几岁？小学，所以学到12岁。但是你登台是几岁？ 7、8岁开始了，我就唱歌比赛，在学校有没有拿过冠军校内？我还是都 top 5？以前都没有，然后到12岁的时候拿了一个校内的冠军。哎，他歌唱比赛曾经也拿过。对，我拿过的，他不是五音不全的。我家里有这么高的奖杯。哦，真的啊。对，我有的这样，可是不多啦，不多，可是我小的比较多啦。但是我跟你讲，你隔壁那个人就得过蛮高名次的那个，他跟冠军跟前面 top 5都很有缘。就是有去到 final 的那个，就参加过什么比赛？我参加过全球闽南语歌唱大赛，第几名？蛮高的哦。top 8。哦，还有什么比赛？还有一些马来西亚很多那种小小的比赛。我也去过台湾，我要当歌手，因为我开始唱比较多福建歌，去那些比赛是要找回流行歌的一些唱法。然后回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到，哎，其实去一个比赛回来，整个人进步很多。对，我就非常享受那种快速进步的那种感觉。所以你的唱歌很多时候是在比赛中磨练出来的。就在台下看我的竞争对手怎么表演，怎么唱，然后从那边学。对，那你刚刚讲福建歌，我就想问那些我们的绝对 superstar， 你都没有参加吗？有。你参加什么？在那个评判你好排队几千人的时候，你就被刷了。对，那个时候就真的是想要去挑战一下自己，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我就跟我妈妈讲，我妈妈不认为我会唱歌，因为我在家都乱喊乱叫，这样不让人知道啊。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让我用到很多不同的共鸣，因为我在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多歌唱比赛在电视上播，我就每次看了听老师的评语，这样是不对的啊。哦，这样怎样怎样，我就一直在那边自己玩自己找。我就知道你还要去上海去学东西啊，唱歌，对，那个是比完赛全部过后，跟谁学唱歌？胡彦斌的老师啊哈，对，然后有一个机缘巧合连到了线，他就讲呀，我就发我的视频过去，就想要看他能不能教我。你在那边学到了什么样的唱歌技巧？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是冬天，我在冬天唱歌还可以流满身汗，他就是一直叫你用丹田，然后你要丢出去哈，声音要往上丢，对啊，丢啊，然后你就一直在那边拼命找那个位置，因为他是说 head voice 头的共鸣，共鸣是什么？就是一个想象力，然后你要想你从地把那个气运到你的头上，这是一个想象力。所以你回望整个比赛的过程，你觉得你尽心尽力了，人生最美好的一个篇章，因为真的就那个比赛改变了你们两位的一生。你们俩是各台新力量冠军 ，of course， 第5名，top 5。坚持什么？还不是一样？top 5，唯一被签约的，所以辗转变成艺人的身份，人生真的很大的不同。签约当艺人，第一点什么不一样，就是你又重新要当一个新人，因为你之前所累积的一些经验，你全部都要把它丢掉啊！谁跟你讲的？就是丢掉，因为我现在的工作领域是另外一方面。你会怕吗？会啊，因为之前就有一些电影的机会或者是什么机会，我都不。其实《Boys》我有去试镜，都是因为王雷叫的，对，叫的就有这个机。但是我就讲啊，我就随便玩，我不要，我真的不要，因为我真的想要唱歌。这是我唯一的一个目标跟理想，但他就一直来，然后就觉得好吧，就既然老天爷这样，我就试试看吧。OK， 那可乐嘞？你最开心、最担心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全职艺人 musical 艺人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陌生的东西，在那时候也没有考虑，就完全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梦寐以求的机会，别人想要也不会有。而且我有一点我坚决一定要签的理由，是因为那时候比赛被攻击的声音太多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一定要签 musical 做一个艺人给你们看。OK， 因为阵容的比较不一样，阵容是在比赛的时候一路被捧，一路被褒奖，可能在你前半段的人生都不知道你有这么好。因为你在比赛的时候，我看所有都是爱你爱到疯狂至极了。刚开始还是会有一些声音，还是会有觉得我不够好的一些声音。当天我隔天还蛮担心的，会不会有一些人骂我，讲你凭什么，你怎样，你值得吗？什么？但是我突然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不去看。对，是完全不管。你就是会调试那样的一个心态。对，我觉得我调试心态还蛮好的。因为之前还是上歌台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
不好的评语，所以我就觉得你要讲就讲啊，反正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为什么我要为了你一句话而整个晚上睡不着？那我自己很辛苦。当然你讲的东西我会聆听，然后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变或者是改进。那你们这样刚进入电视台的时候，你们可以适应吗？我们就是不可以啊完全我都不懂哪里一个机是拍我的，什么完全不懂。尤其你们在歌台唱歌的时候是现场感，我们是现场没有感觉，但是我们都是演的那种，对着电视机好像很有感觉这样。而且我觉得刚开始踏入电视台的时候，让我最不适应的东西就是我们在舞台上表演，我们要耳朵听音乐，然后眼睛要看那个人走了，是不是不喜欢？然后我头脑要想，等一下啊要接另外一首歌，怎么？其实我们一边在唱的时候，一边在做很多东西，但是在电视台，你又对旁边的声音非常敏感，有人走过你就忘记自己的该做的东西，是吗？我想看看，就好像如果我们在点人，突然有人在旁边掉一个东西，但是很多演员或者是主持人，我看过的凤姐也是，就继续在讲她的东西，到时候我就会讲什么该。但是在歌台你又觉得你可以，歌台就是必须要唱到一半有人掉东西啊，小心一点啊这样。可乐也是这样吗？我还好，我就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只是很喜欢跟台下人互动，我希望有反应。那电视台是没有，没有咯，就好笑吗？没有力，对 ，OK 吗？也没有力。对，有时候我会逼camera 要点头，你会不会要认同我，知道吗？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尴尬，会冷掉？尴尬就不会，就我觉得很可怜，自己跟自己在玩。对，可是如果你在歌台还是在舞台，你就有别人跟你一起玩。我说嘿，你说嘿嘿这样。因为可能在歌台他要的是夸张，他包括笑或者是干嘛都要。对，肢体语言大。然后包括你主持，你有主持歌台是，然后现在也在这边主持，你觉得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当然在电视台说的话要比较文雅，可是在歌台说的比较接地气，可是你还是要做自己。这谁教你的？自己领悟到的。自己领悟到的。那你会不会觉得在歌台的时候你是比较 freestyle 的，在电视台的时候你是每一个字都绑死你的，你不能错，因为你可能一个的放错，你就把整句话的意思搞错。还好嘞，还好，就是我目前为止做的都 free 的，蛮轻松的，是。阵容就被绑得很可怜的。对，你有怀疑人生过？有。可以讲吗？凤姐可能知道我们是一个非常不爱表达，不爱表达，对事情没有好奇心的人，完全没有。所以你从小到大都没人了解你，我自己都不了解我自己。因为我就在想，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那常常我很想大哭我很想大哭，我想坐在地上这样我不要做了这样。那你这一路走来有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如果人生可以给你多一点糖果，在这一段旅程，你希望哪一段可以比较不要那么辛苦？爱情吧。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加料版。